明弘治16年10月，浙江宣平县城徐府的第2个儿子出生了。这个孩子的命运相当坎坷，甚至可以用离奇来形容。他刚刚周岁时掉入了枯井，5岁时又失足掉下悬崖。就是这样从小便经历死亡威胁的孩子，在长大成人之后，将走进大明朝权力的漩涡，在这波云诡谲的庙堂之中，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。他是清流的领袖，击败严嵩的英雄，他也是上海的大地主，占地20余万亩。他可以是阳明心学的传人，也可以是复杂到极点的政治家。当年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名叫徐阶，徐少湖。此人颇具正义，功过是非，就让我们用几期节目的时间梳理徐阁老一生的故事，领略他不一样的传奇人生。徐阶仕途的起点应该说是在华亭，因为在华亭他遇到了一个人，改变了他的一生。此人就是新科进士聂豹。正德15年到华亭任职知县。此时的徐阶在1年之前刚刚经历了乡试的落榜，还只是一名小小的秀才。聂豹在为官之余，喜欢到县学与学子们切磋学问，谈天说地。就这样，徐阶和聂豹认识了。这一年，徐阶只有18岁。两人交谈之余，徐阶慢慢发现，这聂文蔚的谈吐远远不是一个小小县令的水平。他所说的话，所讲的学问，看似离经叛道，却将万事万物都包容其中。聂豹为徐阶展示了一个超脱了现实的全新世界。徐阶大受震撼，决定拜师聂豹。正是这次拜师改变了徐阶，让他变得与众不同。在之后2年的学习之中，聂豹也给徐阶讲述了一个龙场悟道的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正是王守仁。徐阶就这样成了阳明先生的再传弟子。但此时的徐阶还没有真正的理解什么是致良知，什么才是知行合一，只能带着疑问继续前行。时间来到公元1521年，明武宗驾崩，兴献王朱厚熜藩王入京，继承大统，史称嘉靖皇帝。同年，徐阶中举。嘉靖2年，徐阶前往北京，与全国所有的举子们争夺最后的席位。徐阶的文章大受赞赏，高中探花。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给了他一句评语：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辈。探花徐阶的前景一片光明，荣华富贵正等待着他。排名靠前的考生通常会进入翰林院，这里是大明帝国的中心，这是很多人一生都不曾触碰的高度。他的父亲感慨万分，因为其一生为官也只是个8品县丞。他为徐阶说了媒，为他讨了个漂亮媳妇儿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人生4大喜事，徐阶就占了2样，风头一时无两。嘉靖3年，徐阶回京任职，被封7品编修，仕途正式开始了。但前路漫漫，远不是22岁的徐阶能够看清楚的。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打乱你的部署，改变你的人生。就像《三体》中常伟思对汪淼说的那样，你的人生中有重大的变故吗？如果没有，那你的生活是一种偶然。嘉靖3年8月，刚刚在翰林院开始工作的徐阶接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，他的父亲去世了。徐阶是个孝子，他立刻回家为父亲守孝3年。嘉靖9年，徐阶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变故发生了，这一次他将失去他的一切。此时的朝廷正是张聪与夏言斗争的高峰期，当时已是内阁首辅的张聪学士，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上书皇帝要剥夺孔子的封号，大承制圣文宣王，改成先贤先儒，并且不用塑像供奉，改为牌位。嘉靖皇帝下令让儒臣们商议此事。皇帝是何等的聪明，剥夺孔子封号这种事情怎么能首辅上了一道书我就同意了呢？孔子可是天下文人学习的楷模，自然要由这帮文人去议定。翰林院的文官们无人敢发言，因为他们谁也不想成为张聪和夏言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但此时徐阶站了出来，作为一个年轻的翰林，正义感涌上了他的心头。怎么能够让孔子变成政治的工具呢？
他也写了一道书驳斥张聪。张聪看到徐阶的文章，气得不行，你一个七品编修，竟然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。他将徐阶叫到朝房，与其当面辩论。徐阶说道，高祖皇帝朱元璋将5月4毒的封号都革去了，就是不革孔子的，为什么？张聪回道，这是高祖年轻时候做的事情，不能当作依据。徐阶辩道，高祖皇帝谋定天下之后定的礼仪，你说他年轻也对，你替圣上大礼义的时候40多岁了，确实可以说高祖皇帝年轻。张聪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，玩味地说道，你竟然敢背叛我，这话说得很重。因为当年徐阶科考之时，张聪已是翰林学士，在理论上是徐阶的老师，徐阶的做主。背叛生于依附，我从未依附过你，怎么能称得上背叛呢？徐阶话说完，没等张聪反应过来，行礼走人。他伸张了心中的正义，但这种勇敢的行为势必要付出代价。在明代的官场中，得罪上司的人一般都没有好下场，更何况你得罪的是当朝首辅文官的第一把交椅。徐阶的前途没了，他没了翰林院京官的身份，嘉靖10年4月被下放到福建延平任职。但这一次的经历并没有让徐阶就此消沉，反而成就了他。徐阶的新职位是福建延平的推官，主管地方的刑事案件及审计，相当于法院院长兼审计局局长。上任后的徐阶立即开始了工作狂模式，他打开了尘封的卷宗，面对如山的案件，在陌生的城市，他没有助手，没有朋友。徐阶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无助，但他并没有放弃。这个生在浙江长在华亭的上海人，并不是外表看的那样斯文，他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巨大的能量。徐阶夜以继日地处理着案件，无论悬案、冤案、历史疑案，都是秉公执法，他也因此深得百姓爱戴。此时的徐阶对自己的政治理念深信不疑，因为无论在哪里，无论什么官职，做一个有原则的好官就会成功。这就是他心中的信念，作为一个熟读八股读书人的风骨。在这种信念下，他捣毁了淫祠，修建了学堂，更是写下了学则，以礼教育当地百姓，宣传他从师傅聂豹那里习得的阳明思想。就这样，徐阶在延平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着。他改革了延平的税银法，整顿了贪污延平银矿的小吏，他亲自率领乡兵抓了120多名游西盗贼。徐阶做了很多实事，明面上延平的吏治变得清明，但徐阶每天依然要面对层出不穷的案子。在某天工作的夜晚，看着眼前这数不清的卷宗，似乎有些疲倦了。他不禁问自己，我做这些真的有意义吗？难道我这一辈子都要在这暗无天日的延平处理这些偷鸡摸狗、男盗女娼之事吗？我抓贪官、建学堂、惩恶扬善，但无论我怎么教育这些百姓，依然有人在犯罪，坏人是抓不完的。徐阶以往认同的观点，那些孔孟之道，那些所谓的圣人圣言，似乎对这些百姓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徐阶的信仰出现了危机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徐阶想起了太史公司马迁的这句名言，在这盘名为天下的棋局之中，名也好，权也罢，最终不过一个利字。以往的徐阶从来不会去想，竟然有人能够蛇鼠一窝，盗取国家的银子，因为他太年轻，没有经历过这人世间的丑恶。那面对如此黑暗的现实，究竟要怎么做？他思考着阳明先生理念的结晶，他想做一个好官，以他的才智和理想值得更大的舞台。那什么才是他徐阶的知行合一呢？答案很明显，如果想在这黑暗之中寻找光明，就不能只有满腔热血，既要坚持原则，也要有妥协与改变。忠孝节义、礼义廉耻又有什么用呢？普天之下又有几个舍生取义、比日夜分国忧、不问家产只为国事的于少保呢？他不想做于谦，他只想做他自己。徐阶笑了，以往的自己为了给孔子争封号，为死人争利，不惜搭上来之不易的前途，现在看来是如此的幼稚。张聪没有错，皇帝更没有错，
错的只有他自己。他看透了人性，看透了这天下事。徐阶成长了，他完成了从一个官场新人到老辣政治家的蜕变。嘉靖13年，徐阶调任湖广黄州府同知，在赴任的途中再次升迁浙江学政。嘉靖15年，徐阶任江西按察副使，仕途迎来了转机。在嘉靖年间的官场，江西是个好地方，因为严嵩、夏言都是江西人，在这里可以搭上京城大员的关系。徐阶刚一到任，夏言家族的人就找上门来，希望这位曾经的探花能给他们行个方便。徐阶思考片刻，对来的人说道：“乃公居做主，而以朝属我会，不以尔朝属我进也。”意思就是夏言叫我来是替他管束你们的，不是提拔你们。徐阶并没有借此跟夏言交换利益，他当然明白如果搭上夏言这条线意味着什么。那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我相信大部分人会觉得徐阶是一个讲原则、守底线的好官，这当然是一个原因。但作为一个曾经的天之骄子、被贬出京、历经磨难的政治家，我相信还有更深一层的因素，那就是他并不想把自己的命运跟夏言这棵大树捆绑在一起。复杂才是徐阶的标签。博士夏言族人的话语很快传到了首府大人的耳朵里，夏言很生气，但他同时也知道了在自己的老家有着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。嘉靖18年，张聪离世，这位传奇的内阁首辅在病痛中结束了他的人生。同时，皇太子朱载叡出阁，需要属官，徐阶重新进入了朝廷的视野。起初夏言并不看好他，但在吏部尚书许赞和御史冯恩的双重推荐之下，夏言最终同意了吏部的举荐。在离任之前，徐阶在江西做了最后一件事，他要修建一座祠堂，用来纪念他素未谋面的老师王守仁。拜别恩师，徐阶踏上了回京的旅程。此时距离他被下放到延平已经过去了10余年，朝堂早已不是当年的朝堂，他本人也不再是当年天真幼稚的徐探花，他变得深谙世事，老谋深算。他在通过自己的方式顽强地奋斗着。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。回京之后的徐阶又将经历哪些故事，就让我们在下一期再讲述吧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您喜欢，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。